它让我想起我之前开过的短轴距的那一种 coupe 啊，就是这个 Toyota Supra、BMW Jack4 啦，然后还有那个Mazda MX-5，所以它是一个140千的车没有错，可是你在驾驶起来的时候，因为它轻，轴距短，然后 turbo 一踩就来了这种特性，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钱是花到值得的，就好像我们说。Lotus 的车有时候你知道 Lotus 的车是很歌颂的，然后它强调的就是马力不见得要很大，可是车子可以做到很轻这样子。2016年5月 ，Suzuki 宣布退出马来西亚市场，旗下25间 3S 和 4S 中心都变成 Proton Ada， 原本的 Suzuki Ertiga 也变成 Proton Ertiga。事隔5年，也就是在2021年4月的时候。Nazar Eastern Motors Sdn Bhd 宣布将 Suzuki 带回来马来西亚市场，而第一炮就是我眼前的这个 Suzuki Swift Sport， 第3代的 Suzuki Swift Sport， 它的售价是139,900块，从日本 CPU 整装进口。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subscribe 这个频道，也要 follow 我的 Instagram。Let's go。Nazar Eastern Motor 从日本 CPU 整装进口的第3代 Suzuki Swift Sport， 一共有4个颜色选择。第一个就是我身旁的 Pearl Pure White， 还有 Burning Red、Speedy Blue 和他们最经典的 Champion Yellow。那像我前面讲的，这辆车子的价格大约是140千左右，所以很多的马来西亚消费者都会拿140千来跟那些 CKD 的车型比，像什么 Civic 啊，总之就是 C segment 的对手就对了。可是只要你实际了解了这辆来自日本的 Suzuki Swift Sport 之后呢，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车子的价钱固然很重要，可是有时候有一些车款它的价值是大于它的价钱的。你可以从车头这边看到，这个第3代的 Suzuki Swift Sport 是采用 Projector LED 大灯，前格栅这边就加入了 Carbon Fiber 的元素。Fog light 周围有这种 Honeycomb 蜂网的造型，可是它是 Fake Band 来的啦。再来下面一样有这种 Carbon Fiber 的元素。这个第3代的 Suzuki Swift Sport 采用 1.4L 的 Booster Jet 涡轮增压引擎，搭配 6AT 6速自动变速箱，能够输出140 horsepower 和230 Nm， 0到100 8秒，极速205 km/h。所以你单看这个动力数据，你可能觉得140匹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可是你要知道，它的车重只有970公斤，也就是比之前的 Swift Sport 轻了整整80个 kg。所以970公斤140匹就让到它的这个 power to weight ratio 功率重量比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打个比方，我们讲同样用 1.4L turbo 的 Golf 1.4 TSI， 那辆车子虽然有148 horsepower， 可是车重就比这个 Swift Sport 重了291公斤。另外呢，再来特别强调这辆车子的油耗表现是 6.1 litre per 100 km，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油缸其实只有37个 litre。Suzuki Swift 是一个 B segment hatchback， 所以它的车长是3890 mm， 轴距是2450 mm。所以如果我们拿同级的 B segment hatchback 来比较的话，其实这一辆车子是比 Toyota Yaris 还要短。那如果跟 Mazda 2比的话，同样的，它的无论是车长还是轴距都比 Mazda 2还要来得短。值得注意的是啊，因为这一代的这个 Suzuki Swift 它是基于 Suzuki 的 Heeltech Platform 而打造，所以这个底盘最厉害之处就是在于它采用了很多的 Advanced High Tensile Steel，Advanced High Tensile Steel 就能够提升车子的刚性、它的隔音表现，还有整体的操控表现。马来西亚版本的 Swift Sport 采用16寸的轮圈，尺寸是195/50R16，标配Yokohama Advanced Air 13C 的轮胎。所以这辆车子的前面是用了 MacPherson 悬挂，后面是用 Torsion Beam 扭力梁悬挂，然后4个车轮都是用了 Disc Brake 碟刹。因为过去5年里面 ，Suzuki 这个品牌基本上是消失在马来西亚市场上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消费者都没有看过第3代的 Suzuki Swift。所以因为Nazar的关系，我们第一次看到 Suzuki 这个第3代的 Suzuki Swift 就是 Swift Sport 了。所以毫无疑问的，你看到真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辆车子跟前2代的 Swift 差很远了。因为前2代的就比较 flat 比较平，这辆车子就很 muscle， 它的整个线条都很有肌肉感。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下面这个 rear bumper 这边啊，它一样是有用 carbon fiber 的材质，还有双出排气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boot capacity。
它的行李箱空间有265 liter，Mazda 2有220，Toyota Yaris 有285，所以这个 Sweet Spot 的行李箱空间就是介于 Mazda 2和 Toyota Yaris 之间。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什么。OK， 下面同样有一个 Space Saver 的备胎，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行李箱空间不够的话，它还有60/40分离倾倒的功能。你只要去前面把这个椅子给倾倒，这个是60。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行李箱空间就可以进一步的延伸。坦白讲啊，一坐上来这个 Sweet Spot 的里面呢，我个人是有一点小惊喜的，因为在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呢，日系车跟欧系车都会有一个 gap 的。简单来讲，日系车就是比较 plastic 比较 cheap 一点，然后欧系车就是比较多 soft touch 比较atas 的 material 啦。可是这一辆 Sweet Spot 啊，其实它对我来讲已经超出我的 expectation 了。讲，因为这个椅子是一个 semi bucket 的 fabric seat， 然后上面写着 Sport 的字样，就告诉你它是一个 Sweet Spot 哦。再来这个 steering， 我个人非常喜欢，因为你很少会看到日本车的 steering 会这样子的，它整个是有点 piano black 这样子的烤漆，然后上面有很多 button。这个就好像法国车那种 feel 啊，然后它有 pedal shift， 然后这个方向盘上面有红色的 stitching， 而且你握起来整个感觉是非常的 unique 的。再来呢，它的椅子这边有红色缝线 ，gear knob 下面这边也是有缝线，然后这边一样是 handbrake，Yep，Hirasan favorite handbrake。再来这个门边这边也是有红色的元素，给塞进一下。所以它的这个 instrument panel 啊，它里面呢它是有红色的圈在旁边。这个荧幕是一个7寸的荧幕，它里面支援 Apple CarPlay， 然后据闻有些人试了 Android 都是可以用的啦。然后它有6个 speaker， 所以这辆车子也是有6个 airbag。所以透过这个荧幕，你可以看到你的 Turbo 的这个 Boost 的表，再来你可以看到你的时速、你的油耗，然后甚至是你的这个G-Force 啊，它都可以告诉你。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日系 B7 hatchback 会给到你的东西。当然，我们说美中不足的就是这辆车子呢，它毕竟它的主动式安全辅助系统是比较吃亏的，因为没有 AEB、BSM、RCTA、Rear Traffic Alert、Lane Departure Warning 都没有。这样。我的身高是178 cm， 可以，所以。我觉得 fabric 座椅有时候还蛮舒服一下的，因为它就不会有那一种，讲，你会 feel 到它没有这样热啦，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那毕竟 B segment 始终还是 B segment， 所以腿部空间就不能够要求太多。头部空间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这辆车子的这边还蛮宽裕一下的，后面也不会磨到你的后脑勺。所以 armrest 的话它没有。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它这边是有60/40的，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就能够把你的手伸去后面拿一些行李箱等等，甚至你已经摸得到你的车尾盖了，后车尾门。OK，so USB 的话，这边是没有 USB 接口，也没有冷气出风口，只是一个 cup holder。还有什么 ？OK， 就是这样子。Start engine。OK，so 它的 steering 是可以上下，还有这个 telescopic 拿出来。OK， 它这个是 6-speed 的 automatic gearbox， 就不是日本版可能有这个 6-speed manual 的，可是目前马来西亚就6 auto。OK， 我们稍微加油看一下什么感觉。哇！坦白讲，我看到140匹的时候，我觉得1.4 turbo 这样子。可是当你一踩下油那么的那一刻，你会 feel 到其实车子是起步是很会走的。虽然开头的时候有一点点，可是只要上到了一定的速度，它会就是 turbo 车的特性就是这样子，它就后面就会来了。所以因为我印象中，我上一次开到1.3、1.4 turbo 的车子，几乎都是欧系车的，日系车子就比较少。So like 好像Volkswagen T 冠1.4，或者是 Mercedes-Benz 的那个1.3或者1.4的那个 turbo 引擎。可是毕竟这个 Booster Jet 引擎是坦白讲是我第一次驾到，我还蛮 surprise 的啦。哇，它这种快还不是那种大马力的快的嘛，所以它强调的是所谓的 power to weight ratio， 所以你在摆动的时候它真的是很灵活。
所以刚才那个引擎声浪，我觉得是蛮好听的 ，even 感觉上它不是什么很那种什么钢炮200匹、300匹这样子，没有，它讲究的是精致啊那种 feel。可以过吨的感觉不错，因为前面是 McPherson， 虽然后面是 torsion beam 啦，然后通常 B segment 的 hatchback 或者 B segment 的车子后面放 torsion beam 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因为像我前面讲了，它是970公斤，所以车子轻的话，你的 braking distance 也更加的短。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蛮可取的，就是这个 steering 其实它的这个转向力度是刚刚好的，它是比较偏硬的。OK， 所以现在前面路有点烂了，我就开始 feel 到这个车子的suspension 会比较显得硬一点的。很菜啊，整辆车子，因为像我前面讲好了 ，even 它是一个 B segment hatchback， 它的车身轴距都是比Mazda 2或者是 Yaris 都还要来得短。相信我，不要看那个 specification 吧，你来试驾这辆车子，你就会知道这个 Booster Jet 引擎的魅力了。So 它就是很不日系车啊，可以这样讲啊。我们讲 Turbo 啦，像我之前我驾的是这个Civic 或者是 CR-V， 他们也是有 Honda 也是自己的 Turbo， 可是这个感觉不同，因为我们说 Honda 的它就是用 CVT 嘛，所以 CVT CVT 就是很潮，然后有那种 rubber band effect 这样子然后不懂在吵什么这样子。可是这辆车子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它的档位进档的那个层次是有在那边的，就是很传统的那一种。如果是手来当然更好了。哇，我驾这个车虽然没有上到 highway 啦，只是在小路这样跑，它真的会让我想起我之前开过的一些短轴距的车子，那些 coupe 啦，像是 Toyota Supra，I mean GR Supra， 还有这个 Mazda MX-5。它虽然是140千没有错，可是其实这个价钱呢，你能够拿到，你知道 Supra 不便宜，然后这个MX-5 也200多千的东西，300多来了我看，所以它这个价钱可以让你拿到那种轻量化，然后又有绝对的动力啊，因为你看1.4 Turbo。Brake。柴油 OK， 所以今天这个试驾只是一个非常初步、非常简单的试驾，所以希望接下来在可能这个fully MCO lock 到过后，看有机会再跟这辆车子相处非常多天的时候，可能再给大家带来一个更 complete 的试驾报告。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还没有 follow 我的频道的，还没 follow Instagram 的，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Cut, cut, cut. Suzuki 正式宣布退出马来西亚市场，旗下的25间 3S 和 4S 中心都成 Suzuki 都成。这一辆 Swift Sport 采用 LED 大灯 projector， 这一辆 Swift Sport 采用 LED， 这一辆 Swift Sport 采用 projector LED 大灯，然后再采用 manual leveling 的这个手动调节高低灯吧。这个第3代的 Suzuki Swift Sport 采用1.4 litre 4气缸的 Booster Jet Booster， 比上一代的 Suzuki Swift Sport 重。Okay, keep rolling. Action. 这个第3代的 Suzuki Swift Sport 采用1.4 litre 1.444 litre。Can do it,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Action. 所以这个椅子就很特别啊，因为它是一个 semi bucket 的，因为过去5年里面，因为在过去的5年里面，马来西亚市场并不存在 Suzuki 这个品，因为 Suzuki 过去已经离开马来西亚超过，因为 Suzuki 过去5年大概。